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糖尿病在现代医学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，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日常生活饮食的改变，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越来越多，而且有呈现年轻化的趋势，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去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，才能更好的察觉身体方面的问题，这样能够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对糖尿病非常有帮助的食疗方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10克糙米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饮食健康也越来越重视。以前不受欢迎的糙米又走入了人们的餐桌，成了受欢迎的健康食材。糙米比较符合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。在经济困难时期，部分人出现了水肿和糖尿病，医生以适量的老糠饼作为治疗手段。老糠饼中的粗纤维素能吸纳体内部分水分，粗纤维也能够使糖的吸收速度配合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自然速度，取得生理平衡。糙米中的维生素 B 和锌也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。胆固醇的积累是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症结所在。多吃糙米，肠道内有大量的纤维素，就可以把胆固醇变成胆汁酸吸收，而减少高血压、高血脂的心脑血管疾病。老年人常吃糙米，可以减少富贵病的发生。准备好的糙米倒入大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淘洗2遍。淘洗次数不要太多，次数多了营养容易流失，一般淘洗2遍就可以了。淘洗干净之后，把脏水倒掉。这个淘米水大家可以留着洗手、洗脸或者洗头发，还可以拿来浇花，都是不会浪费掉的。洗干净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0克绿豆。绿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，也是一种药材。它的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、消暑和止水。对于一些中暑的患者，绿豆有比较好的效果。对于体内有热毒的患者，绿豆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效果，还可以用来治疗皮肤病、水肿和小便不利。而且绿豆对一些药物和食物的中毒也有比较好的解毒功能。先把绿豆放入碗中，加入清水，把绿豆清洗干净。绿豆是可以降血糖的，因为绿豆本身就属于粗粮的一种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。这种膳食纤维能够增加胃排空的时间，避免血糖的波动。绿豆除了能够降低血糖，而且还可以降血脂。绿豆清洗干净之后，将它和糙米放在一起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们浸泡1个小时的时间。下面准备半根山药。山药既是一味药材，也是一味食材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山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以及粘液蛋白，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，能够增强脾胃功能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对于脾虚食少、消化不良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效果。山药还具有补肾摄精的作用，能够缓解肾虚、遗精、小便频数多、神疲乏力的症状。此外，山药入肺，可以润肺止咳，缓解肺虚咳嗽的症状。山药中的粘多糖可以降低血糖，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。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的吃些山药，对降血糖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山药去皮之后，将它切成片，厚度适中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。接着再准备5克莲子。糖尿病人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莲子，
吃莲子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，在吃莲子的时候，还可以调节糖尿病人的内分泌，能够起到软化血管和降低血脂、血压的作用。莲子还可以强心安神，莲子碱还能够有效的抗钙以及抗心律不齐。经常晚上失眠的患者，可以睡前泡杯莲子茶喝，保证一觉睡到天亮。莲子中还有降血压的作用，并且莲子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，这些物质是组织细胞核的重要成分，能够促进蛋白质、脂肪及糖类的代谢。平时使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减少多种疾病的发生。莲子清洗干净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下面再准备5颗红枣。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补品，可以健脾益胃。对于脾胃虚弱的人，经常会腹泻、倦怠、没有力气，非常适合食用红枣。红枣还可以补气、养血。红枣是补养佳品，食疗药膳中经常加入红枣补养身体，滋润气血。建议糖尿病人一天不能吃得太多，3到4颗就可以。现在把泡好的糙米和绿豆倒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先开大火将它煮上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再把其他的食材倒进来，现在就可以转小火了。盖上盖子，继续煮上20分钟的时间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时间到了之后，这道非常好喝的糙米绿豆粥就做好了。这道粥非常低脂低热量，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。绿豆、糙米都有降糖的成分，并且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可以延缓血糖的升高值，让你的血糖保持在平稳的状态。经常食用不但可以降血糖，还可以降血压、降低胆固醇，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好的益处。平时要适当的运动，可以帮助人体消耗体内的热量，减少肥胖的发病几率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。中老年朋友记得一定要去试试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